大熊只有3厘米，小伙伴们全都变成了魔之小人。胖虎竟然被抓去喂螳螂。又到了1年暑假，胖虎和小夫一起到溪边钓鱼，然而这个鱼半天钓不上来，2个人实在是很无聊。正想着要整点什么新活来找乐子呢，眼前竟然飘过了一片绿叶子。等等，这上面怎么躺的是大熊？紧接着又有一片落叶做成的小船飘了过去，这次上面坐的是哆啦 A 梦和静香。小夫和胖虎还以为自己眼花了，眨了眨自己的卡姿兰大眼睛，仔细一看，这不就是大熊变小了，在小溪上玩漂流吗？这家伙还挺会享受的嘛，躺在树叶小船上美滋滋睡着午觉。静香和哆啦 A 梦在小船上玩着水，只见睡着的大熊顺着小溪一路漂流，越飘越远，越飘越远。哎呀，大事不妙，怎么还真就被冲走了呢？大熊还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，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，都已经不知道飘到哪儿去了。哆啦 A 梦带着静香临时靠岸，赶紧往缩小隧道跑，再不变大去救大熊，静香以后可就没老公了呀。可2人刚跑到隧道前面，一只大脚丫子就像座山一样落了下来。原来是胖虎和小夫，有这么好玩的事儿，怎么能不带他俩玩呢？但是大熊被河水冲走了，你们能不能稍微着点急？还是静香最担心大熊，让他们帮帮自己。胖虎和小夫这时候就开始提条件了，帮你们可以呀，我们也要变小才行。哆啦 A 梦都觉得他们脑回路不太对劲，明明变大了才好追啊，但胖虎认为就是要变小才有冒险的感觉嘛，如果你们不答应的话，就不让你们过去。哆啦 A 梦没办法，只能答应他们2个的要求。变小的胖虎宣布冒险小队正式成立，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营救大熊。喂，那位大脑袋队员，赶紧拿出点道具出来啊！哆啦 A 梦一脸无语地掏出了竹蜻蜓，胖虎竟然还很嫌弃，他觉得用竹蜻蜓也太没挑战性了，就没有更像是探险队的装备吗？哆啦 A 梦眉头一皱，没办法了，只好拿出了重启竹筏。这下有丛林冒险那味儿了吗？营救大熊特种小分队正式出发。你们要是再耽误一会儿，估计大熊都飘到太平洋去了。一群人坐着重启竹筏，一路乘风破浪。胖虎和小夫倒是玩得开心了，但是大熊呢？不用担心，大熊作为本作主角，当然不会轻易铺盖。他都已经不需要哆啦 A 梦来救命了，他自己就跳上自行车轮，顺利爬上了岸。大熊都已经自救成功了，号称大熊营救队的小伙伴们还没有找到营救对象在哪儿呢。他们在水面上飘着飘着，突然发现头顶上来了一只乌鸦。这下乌鸦在他们眼里都成了巨型怪兽，随随便便一个俯冲都把大家吓得够呛。这只乌鸦好像认定了要拿大家当午餐，围着重启竹筏不肯飞走。可岸上的大熊看见了被困在小溪中央的大家，决定赶走乌鸦。可他现在变得这么小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有了，岸边有很多易拉罐。就在大熊努力把易拉罐往河里推的时候，哆啦 A 梦在竹筏上努力找道具，但是空气炮怎么还被他当垃圾给扔了呢？好在哆啦 A 梦最后找到了一个放大灯，突然一大堆易拉罐从山坡上滚下来，朝着乌鸦就砸了过去。哆啦 A 梦被吓得连放大灯都掉进了河里，不过还好乌鸦也被这些天降易拉罐给吓跑了，危机已经暂时解除。大熊赶紧教大家抓住自行车轮子晃上岸。由于刚才放大灯掉进水里了，大家现在只能靠隧道才能变回原样，但现在他们都随着水流不知道飘了多远，要回到后山那可真是比取经还难啊。胖虎倒是没有丧气，还说这才算得上是冒险啊。哆啦 A 梦刚想拿出他最爱的竹蜻蜓，但是抬头一看，还没飞远的乌鸦又放弃了，看来天空也不安全，他们只能靠着自己的双脚一步步走回后山。胖虎兴致冲冲地带着大家出发了，但变小之后干什么都不方便，大熊走得又累又渴。这时一家冰淇淋饮品店就这样带着圣光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。胖虎决定带领冒险小队来一场冰淇淋大作战，他哆啦 A 梦和大熊去夺取冰淇淋，静香留在原地放哨，至于小夫就负责去付钱吧。这个任务分配还真是非常合理。小夫的胖虎提款机人设永远不崩，小夫把硬币放在弹弓上，biu的一下发射到了收银台上，打算等变回来之后再把硬币放大。胖虎则把线捆在了大熊腰上，然后伸手那么一推，大熊就来了个冰柜蹦极，差点都要被吓哭了。大熊下去后，把腰上的绳子缠在了香草味的冰激凌上，然后一声令下，
胖虎和哆啦 A 梦合力把他和冰激凌都给拉了上来。冰激凌大作战大获成功，一群人把冰激凌推到店门外的大树下，一人一片树叶当勺子，就这么开动了。看着他们这么大口大口的吃冰激凌，谁看了不说一声羡慕啊？大家吃了一口冰激凌，又变得活力满满，决定继续向后山进发。但是后山离这里还有1000米，他们现在缩小到了1/50，那么这条路就变成了50千米，这要走到猴年马月才能走到后山啊！哆啦 A 梦看着冰激凌盖子，突然灵光一闪，主意这不就来了吗？他从口袋里掏出长得很像个方向盘的随心操作机，就安了上去。大家都来到了冰激凌盖子上坐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老司机哆啦 A 梦要发车了。哆啦 A 梦一踩油门，冰激凌盖儿就飞了起来。等等，你们的冰激凌还没有吃完，不要浪费啊！大家坐着冰激凌盖儿在马路上飞驰，简直就是坐了辆超高级的敞篷悬浮跑车啊！为了赶时间，哆啦 A 梦决定带大家穿过公园，直达后山。看着公园里来来往往的小孩子，大雄还有点担心。不过胖虎不愧是本番第一勇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，冲就完事儿了。哆啦 A 梦提心吊胆的把冰激凌盖开进了公园，小心翼翼的躲进了长椅下面。好险，差一点就被公园里的小朋友发现了。接着他们又绕到了垃圾桶后面，然后准备一口气冲到对面的花坛，却不料半路突然滚来个足球，把所有人都撞飞了出去，大家都掉进了对面的花坛里。胖虎运气不好，被小朋友当作虫子给抓了起来。小朋友们像是发现了新大陆，哇哦，这里有只会说话的虫子耶！高兴的赶紧把胖虎给关进了笼子里。但是这笼子里怎么还有只大螳螂啊？这下可把胖虎给吓坏了。各位小伙伴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静香提出可以用花瓣做掩护，盖在头上，偷偷溜到胖虎身边。他们4个人就这么提心吊胆，慢慢悠悠的从小朋友的眼皮子底下溜了过去。但是这时候偏偏就刮起了一阵风，把大熊头顶上的花瓣给吹走了。失去掩体的大熊不幸掉队，只好找了个易拉罐暂时藏身。咦，今天大熊就是和易拉罐杠上了吗？胖虎被螳螂吓得满笼子乱窜，你这个螳螂怎么不讲武德，还使用武器呢？哆啦 A 梦和小夫静香一起爬到了长椅上，终于齐心协力把笼子给推了下来。胖虎成功得救，和他关在一起的那只螳螂也重获自由。可这时他们又听到了那个熟悉的声音，是那只乌鸦又追来了。幸好大熊开着冰激凌盖敞篷超跑及时赶来，把大家都救了上来。这可是大熊的高光时刻，竟然靠着超强的驾驶技术一次次躲过了乌鸦的袭击，甚至还穿过了迎面而来的人潮。大熊刚刚放松警惕，谁知道面前又是一堆沙子，他们一个不小心就撞了上去。这下好了，不仅人都栽进了沙子里，就连他们的敞篷超跑也被撞坏了。他们只能徒步走回后山，一直走到太阳都要下山了，还没有抵达终点。这时胖虎又埋怨起大熊，要不是因为你被河水冲走了，我们才来救你。然后随手一推，就把大熊推得滚下了山坡。大熊这个幸运值还真是杠杠的，刚从地上爬起来一看，怎么又是你啊，乌鸦兄弟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胖虎看他还愣在原地，赶紧拉着他一起逃跑，但是这一次乌鸦竟然没有追上来。大熊转过头仔细一看，啊，这只乌鸦的脚上被缠上了一圈圈的鱼线，它原来是受伤了才飞不起来。小夫还在让大家赶紧跑路，可善良的大熊又怎么能看着乌鸦受伤坐视不理呢？他爬到乌鸦脚边，尝试着帮他解开鱼线。胖虎原本很无奈，但有什么办法呢？其他小伙伴见状也都赶来帮忙。小夫找来了一块碎玻璃，胖虎拿着它，终于割断了鱼线。探险小队又开始了他们新的救援行动。哆啦 A 梦从口袋里掏出医生手提包，为乌鸦做了个 X 光检查，确认没有伤到骨骼之后，又拿出了一个特大号的创口贴。大家一起合作，把创可贴缠在了乌鸦的脚上。包扎工作终于大功告成。大家做完好事之后，就想默默离开。乌鸦却在他们身后发出了鸣叫。哆啦 A 梦拿出动物对话耳机一翻译，原来这只乌鸦竟然想要报恩。大熊一听，那不是正好吗？我们正好缺个坐骑呢。哆啦 A 梦竟然还会鸟语。一番交流过后，乌鸦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大家都爬上了乌鸦的后背。好耶，这才是真正的乌鸦坐飞机。小伙伴们被乌鸦送回了后山。
这段惊险又刺激的缩小漂流冒险也终于告一段落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玩过漂流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